巨浪3的首次公开展示，向世界宣告了中国水下战略威慑力量的质的飞跃。巨浪3是基于中国固体燃料火箭技术和核弹头小型化技术巨大进步的产物，其设计目标是为新一代096型战略核潜艇提供射程更远、突防能力更强、打击精度更高、生存能力更优的战略打击手段。海基和力量因其隐蔽性强、生存性高、二次打击能力稳定，被公认为最可靠的核威慑手段。即使在全面核交换场景下，海基和力量的生存概率仍高达85%以上，远高于陆基警射导弹的10%、攻陆机动无依托发射的25%至30%、空基平台的30%。因此，潜射弹道导弹不仅是核大国二次打击能力的核心载体，更是战略稳定器与危机制衡杠杆。在当代大国竞争回归和军控体系松动的背景下，潜射弹道导弹的技术演进直接关系到全球战略平衡的走向。中国海基和力量起步较晚，作为中国潜射弹道导弹的代号，巨浪原名巨龙，但在毛主席的亲自过问下，改为巨浪。1960年6月20日。美国海军首次成功发射人类历史上第一枚潜射导弹北极星，苏联、英国、法国也随后跟进。遭受帝国主义封锁与和讹诈的中国，只能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和反击能力。1965年春，周恩来总理宣布搁浅3年的核潜艇研制项目重新上马，随后配套的重点项目巨浪1潜射导弹项目也启动了。1970年。著名火箭与导弹控制技术专家黄伟禄就任型号总设计师，当时研制条件颇为简陋，比如模型弹入水深度试验就是直接在当时刚落成的南京长江大桥上往下扔。1975年才完成水下发射系统设计定型，经过17年的卧薪尝胆，巨浪1终于在1982年10月7日迎来最关键的上艇测试，但首次试射导弹出水仅几十秒后，便意外发生爆炸，所有研发人员的心顿时被浇了一盆冷水。最终发现问题竟然出在一个根本想不到的地方：导弹内部某控制系统里一个分离插头松动了，导致信号传输受阻。5天之后，巨浪1全程遥测弹由031型潜艇长城200号执行潜射成功。1984年，巨浪1在国庆35周年大阅兵上正式对外公布。不过，直到1988年，在092型406号弹道导弹核潜艇上发射成功，才意味着型号研制的结束。由于当时薄弱的技术储备，巨浪1的总体技术水平和当时国际标准相比是很低的，先后在陆上和水下试验发射了多达65枚模型弹和遥测弹，才得以艰难推进。其采用2级固体推进剂，发射方式为燃气弹射的冷发射，单弹头仅具备1700千米射程，且搭载于092型核潜艇，根本不具备实战威慑能力。虽然早在1988年3月，海军就召开了巨浪2技战术指标使用要求及技术攻关论证会，但由于技术难度较大等原因，该型号被长期搁置，连长期承担潜射弹道导弹实验任务的长城200号潜艇也刀枪入库，被封存达8年之久。这段时间，幸好第2炮兵部队需要一种东风3的固体火箭换代型号，于是国内唯一的固体燃料导弹巨浪1实现了巨浪上岸。后来，海军又提出利用研制中的增程型东风21甲的技术改进巨浪1，最终射程为巨浪1 2倍有余的巨浪1A 于90年代后期研制成功，又实现了东风下海。今天看来，这一决策至关重要，在大裁军的背景下，保留了人才队伍和科研生产单位。1999年5月8日，美国悍然空袭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经历9958耻辱之后，中央军委立刻指示巨浪2恢复研制。同年094型核潜艇首艇开工，已经封存8年的长城200号潜艇也重整旗鼓。
作为新东风下海的产物，同为3级固体洲际弹道导弹的巨浪2的发展和几乎同时研制的东风31A 关系密切。通过在弹体上采用方轮材料和使用比冲值更高的 NEPE 推进剂等先进技术，巨浪2弹头重量和最大射程均不输于东风31，技术已接近国外先进水平，相对巨浪1更是无比巨大的跨越。2013年12月22日，094型和潜艇首艇执行巨浪2水下发射试验成功，标志巨浪2完成战备值班前的最后一步。不过其射程才8000千米，仅初步形成南海堡垒区内的对美国西海岸威慑能力，无法覆盖美国本土核心区域。而094型弹道导弹和潜艇前出南太平洋，无疑是风险很高的冒险。巨浪2也仅能搭载3至6枚分导弹头，其射能力与突防性能有限，难以满足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标准。2012年，随着东风41定型，中央军委再次同步启动新东风下海工程，目标为射程大于12000千米，搭载10枚分导弹头，具备深海骑射能力，并提出南极弹道突防选项，以绕过美国陆基中段防御系统扇面。巨浪3自2016年正式开始研制，得益于在巨浪2研制过程中得到扎实技术和丰富经验，2018年就使用032型试验潜艇进行了首次试射。根据美国海军情报局2023年报告，巨浪3已于2022年完成水下实弹试射，并于2023年具备初始作战能力，最佳搭载平台为096型核潜艇。其包含发射筒头罩的全长约13.5米，弹体直径约2.2米，发射筒外径约2.4米，起飞重量50至60吨。其在尺寸上已逼近当今世界潜射导弹的物理上限，却仍通过技术进步把射程推到12000千米量级，无需再增加艇体直径即可装入现役094型和096型核潜艇的发射筒。该导弹的服役标志着中国首次具备从南海打击华盛顿的海基和威慑能力，实现了从区域威慑向全球威慑的历史性跨越。基于智库报告、国内技术专利和论文等技术资料和开源情报的整合，我们将从弹体结构、推进系统、发射机制、深海骑射性能、减阻设计、多弹头能力这6大维度，对巨浪3进行系统性技术解构，并与美俄法3国现役潜射导弹进行逐项对比分析，以求解构其战略意义与未来发展路径。弹体结构方面，巨浪3延续了3段式固体火箭的典型布局。3级壳体推测全部采用了一体化缠绕成型的第4代 M40J 级高模量碳纤维复合材料，比巨浪2和俄罗斯布拉瓦导弹的方轮壳体大为进步。而3X2D5 导弹在第1级和第2级壳体采用了 IM7 碳纤维环氧复合材料，第3级壳体则为凯夫拉49纤维环氧复合材料。法国 M51 导弹采用了 T800 级别的聚丙烯羟基碳纤维。巨浪2壳体碳纤维的单层拉伸强度为5800兆帕，弹性模量为392 G 帕，密度 1.6 克每立方厘米，壳体质量比从巨浪2的 38% 降至 22%， 壳体减重达 40% 以上。推测额外释放 1.2 吨载荷空间，用于增加推进剂或分导弹头。前后循环接口环采用钛合金预埋件，与复合材料共固化。潜射导弹出水后，壳体表面温度在10秒内升至1200摄氏度以上。巨浪3推测采用了柔性陶瓷基复合材料，性能优于巨浪2和3X2D5的传统 EPDM3元乙丙橡胶隔热层，耐烧蚀时间大于180秒，热防护性能提升5倍，支持更高速度、更长射程。推进系统方面，潜射导弹因艇体空间受限，无法像陆基导弹那样通过加长弹体提升射程。3X2D5 导弹仅用13.41米的长度就能带8个弹头打击 1.2万公里外的目标，而同时期的苏联导弹要带同样的弹头，导弹弹体很难短于15米。
因此潜射导弹推进剂能量密度是提高射程的主要突破口。巨浪1采用的是第一代 DB 双击推进剂，能量低烟大。巨浪2早期批次采用 HEPB 粘结剂、AP 高氯酸铵铝粉和硝酸酯增速剂的复合推进剂，后期型首次引入 NEPE 系列 N-15推进剂，其能量密度已接近 NEPE 体系理论极限。巨浪3推测采用了全球首款实战化 CL-20 NEPE 复合推进剂，其中的 CL-20 化学名6硝基6氮杂异五酯烷，是目前能量最高的实用化含能化合物，被誉为超级炸药之王。理论比冲由巨浪2的274秒提升到320至325秒，超越美国3叉戟第5与法国 M51的274秒，能量密度由 5.8 兆焦每千克提升到 7.1 兆焦每千克。显然，中国已经克服了 CL-20 的感度高、热稳定性差与 HEPB 粘结剂相容性差的问题，领先美国至少5年。CL-20 虽能量高，但仍属碳氢氮氧体系，理论比冲上限为330秒。若要突破400秒，必须引入全氮化合物，其被誉为终极高能推进剂，能量密度达 8.5 兆焦每千克。射程可再提升 30% 以上。中国预期在2030年前完成型号应用。未来如果装备于巨浪4，将实现400秒级比冲，射程突破18000千米。发射机制方面，我们知道，现役潜射弹道导弹最大发射深度通常为水下30米左右，水下30米的那10秒，决定了12000千米之外的成败。其发射机制与某些战术导弹的浮筒式发射完全不同。浮筒式发射是将弹筒一体化的浮筒整体弹射出发射筒，浮筒头部出水后，头罩分离器起爆，筒盖实现安全分离，然后再通过燃气弹射导弹。浮筒所需要的弹射出筒速度比潜射弹道导弹小很多，不过浮筒本身是死重，难以满足体积大、自重大的潜射弹道导弹的快速齐射要求。巨浪3以及现役所有潜射弹道导弹都采用冷发射系统。美军3叉戟2第5的每一具 Mk46 发射筒尾部自带一台45千克双机药燃气发生器，其中燃气发生器是冷发射系统的心脏，它要在几百毫秒内以300毫米每秒高燃速造出数百公斤10兆帕级，相当于1000倍大气压的瞬间温度3000 K 的高压燃气，把几十吨重的导弹从筒里吹出去。出筒载荷约30 G， 却不能让导弹潜艇或冷却器被高温烧坏。发射筒内的冷却器通过周向喷水孔高速喷射水雾，0.1秒内把发射筒内温度3000 K 降到473 K， 以免导弹、发射筒等被高温烧坏。潜射导弹在惯性作用下克服流体阻力，向上穿行于水中，而海水密度是空气密度的800倍，任何微小的侧向力都会放大成巨大力矩，所以水中弹道具有非线性和大离散的特点。此外，大前身发射固然有利于隐蔽，但由于流体阻力与导弹的速度平方成正比，所以深水位导弹运动速度损失急剧增加，那就需要大幅提高出筒速度，加大筒中过载。另外，随着发射深度的增加，静水压线性增加，导弹的轴向和径向载荷也随之增大。以2米左右直径导弹为例，80米水深下，导弹头部轴向载荷可达到200多吨。因此，基于平衡设计，潜射导弹发射深度很难超过50米。在水中发射，由于潜艇的牵连运动和水动力作用，导弹姿态必然会有所发散。出筒姿态误差1度，空中段就需5度以上纠偏，并直接损失150至200公里射程。我们知道，也是因为海水密度是空气密度的800倍，潜射弹道导弹是无法采用任何气动控制面的，也无法采用矢量喷管。加之导弹从水中冲出海面时，处于一个极其危险的跨介质过渡阶段，从水的高阻抗突然进入低阻抗空气，加速度突变极易失控，
气动控制面可能导致操纵返效，所以在水下段通常是在弹体头部或尾部安装小型燃气侧喷装置来调整导弹姿态。导弹出筒后，弹上惯性仪器根据弹道方向判断导弹的姿态是否满足要求。如果方向偏转过大，则点燃侧喷装置，产生修正弹道方向的侧向推力，进行姿态修正，抵消艇速带来的横向水动力偏差，减小导弹出筒过程的横向载荷。深海骑射性能方面，在遭受和打击后，潜艇必须抢在敌方反潜力量锁定自身位置前，将全部或大部分导弹发射出去，以确保报复的有效性。潜射弹道导弹一旦发射，美军的最新一代天基红外预警卫星最快在30秒内可完成导弹探测和定位。战区附近的战备值班的攻击和潜艇可迅速通过发射噪声来定位战略导弹和潜艇，并可在50千米外发射 Mk48重型鱼雷。而战备值班的 P8A 反潜巡逻机响应速度更快，并可在1万米巡航高度投射空中滑翔的 Mk54鱼雷，攻击射程可增至64千米。因此，潜射导弹的骑射能力是海基和力量实战价值的核心体现，特别是巨浪3要面对最严峻的美国及其盟友的反潜包围圈。据外媒公布的2022年11月南海巨浪3的4发连射监测数据，发射间隔仅17秒，与3x2D5的15秒相当。有很多因素限制了潜射导弹骑射速度，每发射1枚导弹会产生巨大的反冲力和力矩，从而造成艇体3至4度横滚。潜艇的稳性设计和舵机系统必须能快速补偿这些扰动，为下一次发射提供稳定的平台。同时，通过交错发射时序，左舷右舷左舷交替发射，以抵消横滚。火力控制系统还应该能够快速解散发射诸元，并近乎同步地控制多枚导弹的发射流程。导弹出水尾流对后续导弹会有干扰，导弹的姿态控制能够进行有效纠偏。减阻方面，我们知道潜射导弹必须采用短粗盾头体，尖头体在水中运动时，尖空炮产生位置靠后，空炮闭合点在弹体中段，导致压心剧烈后移，与重心距离拉大，从而造成静稳定度为负，俯仰力矩发散，出水角速度可大于5度每秒。而盾头体高速运动时，曲率半径大，低压区宽广，更容易包裹弹体，形成超空炮。当尖空炮尺寸延伸至弹体重心以下时，弹体85%与水隔绝，水中阻力下降60%，而且盾头体使尖空炮前移至鼻部，闭合点位于重心之前，形成自纠正力矩，静稳定度大于5%。由尖空炮产生的扰动力矩转变成纠偏力矩，无需控制面就能起到限制导弹水中运动姿态发散的作用。巨浪2的短粗盾头体研制十分不易，2006年开始试验水下发射模型，但失败，出现出水后姿态失控或点火失败，还多次出现水下高速运动时的副体空炮出水溃灭压力损坏弹体的问题。为查明原因，几乎动员了所有航天科研院所及全国相关高校。除了解决这些基础问题，巨浪3还推测和法国安51一样，采用了主动尖空炮技术，在导弹头罩内预装15升高压空气，导弹出筒后，通过弹体头部或肩部预设的喷管将高压空气注入尖空炮内，增强尖空炮内部压力，拉长空炮长度可达18米，大幅度延迟尖空炮溃灭，实现减小导弹运动载荷和限制导弹运动姿态发散的目的。出水姿态误差小于0.3度。美国3x2D5导弹则采用了均压排气技术，对发射筒、导弹仪器舱及尖段同步充入氮气，使筒内与等深度的舷外海水保持相同压力。导弹出筒后，内部高压氮气沿弹体表面连续排出，在弹体上形成包裹性优异的空炮气膜，也能够改善肩部空炮位置随机的问题，大幅度减少弹体与海水的接触面积。
出水段空炮溃灭延迟，从而使得冲击载荷下降35%，姿态离散度小于0.3度。在导弹被燃气弹射出筒时，弹射燃气贴附在导弹尾部空间，形成尾空炮，也起到了降低尾部阻力的作用。但是在大深度发射环境下，受到尾部扰动流体的冲刷，尾气炮会逐渐溃灭，丧失减阻的作用。尾空炮补偿技术与主动监空炮技术类似，在导弹尾部空腔内注入高压气体，导弹出筒后，气体依靠空腔内外压差向下排出，补充到燃气尾气炮中，确保尾空炮压力稳定、形态完整，起到减小尾部阻力的作用。潜射出水后，在空炮溃散后点火，一般采用76G 赫兹调频连续毫米波叶面高度计检测高度，并在检测到空炮溃散压力脉冲后 0.15秒点火，实际点火高度约为12至18米。盾头体是水下潜射导弹的稳定锚，但也是空中的阻力源。盾头体在空气中波阻将增加约50%，射程损失300千米，而且热通量集中，弹头需厚重防热层。巨浪2开始采用的是复杂的双整流罩，水下发射段采用类似鱼雷的水滴型，出了水在空气中飞行，水滴型整流罩被抛掉，整流罩变成了类似子弹的圆锥形，离开大气层后再抛掉圆锥形整流罩，这样带来问题是设计过于复杂，整流罩占用空间多，可靠度较低。研制队伍用了3年修改，但2009年再次发射失败。在加强弹体结构和研制，降低了出水时气泡溃灭压力的空炮补气增强系统后，在2011至2012年间，由094型弹道和潜艇3次发射才得以成功。巨浪3推测是采用了与3X2D5类似的可伸缩减阻杆的设计，减阻杆在导弹突破1马赫之前 0.6秒内完全伸出，其长度约 3.3米，约为弹径的 1.5倍。杆体极为轻量化，采用覆盖陶瓷机防热层的碳纤维，通过镍钛诺形状记忆合金受热驱动展开。头部帽是约9厘米的碳化硅陶瓷基复合材料的半球，抗1600摄氏度烧蚀。减阻杆整体质量推测小于8000克，对全导弹质心偏移贡献小于0.3%，无需额外配平。减阻杆把强攻型激波变成弱斜激波，阻力系数下降28%，热通量分散，头部热负荷下降30%至40%，可实现380千米的射程增益。而3X2D5的减阻杆则采用钛合金和液压驱动，展开时间1秒，全重约12千克，抗1200摄氏度烧蚀，射程增益为300至350公里。多弹头能力方面，巨浪3投掷质量推测约为1800千克，可携带10枚分导弹头和多个诱饵弹，显而易见大幅度提高了突防的成功率。而且分导式多弹头技术还提高了效费比，500万吨到2000万吨弹头的严重杀伤半径在15公里到25公里之间，而且越到边缘杀伤力下降很快。而分导弹头的爆炸威力只有30万吨到50万吨之间，6个加起来也不到300万吨的总当量，但是其综合杀伤效果比1000万吨级的单弹头还强。多弹头对制导能力要求更高。巨浪3采用了外号被星院士高伯龙研制的激光陀螺仪作为惯导，采用北斗和星光导航作为辅助，推测原概率误差约100米。导弹的最后一级助推器燃烧结束后，多弹头独立制导载入载具 MIRV 就会开始工作。制导系统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弹头姿态和轨道的调整，并根据不同的打击目标和打击策略逐步释放对应的弹头和诱饵。爆炸螺栓定向起爆来释放弹头，释放后的分导弹头相互距离最远时有几百公里。诱饵可以是大量的金属条，或者外表涂上金属反射涂层的气球，具备和真弹头类似的雷达特征，在外太空会一直伴随着真假弹头飞行。
而另外一种假弹头更是以假乱真，重量和外观与真弹头几乎完全一样，雷达和红外特征很难分辨真假。普通的分导弹头释放后，不需要中途再制导，靠惯性飞行数千公里，并通过微型发动机的短暂推动下开始转动，借此稳定自身的弹道，直到载入大气层击中目标。MIRV 释放完所有弹头后，还可以飞行在特定的弹道上，作为一个诱饵载入大气层，掩护分导弹头的突防。有的分导弹头还能进行末端机动，不过现役洲际导弹的分导弹头没有采用双锥体或成波体弹头这样的气动舵面进行大范围末端机动。只有巨浪3具外媒推测可以换载2枚质量650公斤级 HGV 高超滑翔弹头，因此导弹弹道大为降低，而导致射程损失15%，但敌方对导弹预警时间小于6分钟，导弹突防概率大于95%。巨浪3还可以选择南极走廊，完全绕过美国 GMD 防御扇面，美军最多只有1次末端拦截机会。集中进行对比，当今世界性能最稳定、可靠性最高、部署数量最多的 UGM-133A 3X-2D5是美国海基和力量的绝对支柱，搭载于俄亥俄级战略导弹和潜艇。3X-2D5LE 型最大射程超过12000公里，可携带8个47.5万吨当量的 W88 弹头，具有极高的打击精度，原概率误差号称只有约90米。自1989年以来，已成功试射190余次，创造了无故障的惊人纪录，其成熟度和可靠性无与伦比。而俄罗斯 2SM-56 布拉瓦导弹历时20年，令人沮丧的研发过程让俄罗斯几乎颜面丧尽。好在历尽艰辛之后，终于修成正果，其射程约9300公里。可携带6至10个分导弹头，装备于北风之神级战略和潜艇。法国 M51 技术成熟度很高，搭载于凯旋级战略和潜艇，射程约11000公里，可携带6至8个 TN75TNO 分导弹头。巨浪3则是中国国防科技工业数十年厚积薄发的结晶，是其固体燃料火箭材料科学、微电子技术、水动力学和系统工程管理达到世界顶尖水平的综合体现。通过对弹体、推进剂、减阻杆、深水发射和齐射速度等关键技术的突破，巨浪3成功跻身全球最先进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行列。尽管在实战经验、可靠性记录和部署规模上，巨浪3与3X-2D5尚有差距，但在射程、载荷、齐射速度、命中精度等关键性能参数上已实现对标，并在突防技术上融入了后发优势。当前，中国仍处于最低限度和威慑边缘，对美2次打击无法构成大于 GDP 的10%的不可接受损失。随着未来几年不少于4艘096服役，叠加陆基机动和空基洲际导弹后，中国2次打击可摧毁美国120座重要城市基地，占 GDP 约12%，将首次跨越不可接受阈值。巨浪3的意义超越了技术层面，它标志着中国拥有了真正意义上可靠且有效的海基和威慑力量，彻底夯实了3位一体核力量的最后一块基石。首次使中国海基和力量具备与美俄同量级的2次打击可信度，并打开南极弹道缺口，重塑太平洋和平衡规则，这必将对21世纪的全球战略稳定格局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